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与凤行新造型曝光，两组风格反差大，网友评价不一。近日，由赵丽颖、林更新主演的电视剧《与凤行》在没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，竟然放出了一组两人的定妆照，也是让大家感到惊喜又非常的意外。难得的看到了两位主角的新造型，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，赵丽颖身穿一身蓝色古装出镜，与此前曝光的路透服装风格完全不一样。胸前是一个口水兜样式的设计，肩膀处用了金属进行装饰，配以小小的立领。虽然是女装，但也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有气势，非常符合剧中女王爷的身份。除了服装之外，此次这身造型的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。为了搭配服装，领口处戴了一个特别夸张的项链，非常的具有特色。耳环的样式也很特别，搭配服装有一点异域的感觉。当然最显眼的还是头上的头饰，因为是侧身，无法看清整个头饰的样子，但可以看到头饰是从头顶的发髻一直延伸到额头，既是头饰又是额饰，让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高贵典雅，而且与剧中角色设定为凤凰的模样非常相似。除了造型之外，赵丽颖整个人的状态也很不错，五官精致立体，丝毫没有上一部古装剧的疲惫感，而且搭配造型，整个人的眼神也是非常的带感，霸气外露。看到这个造型，大家的评价也不一，有人觉得非常的有新意，与赵丽颖以往的造型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与剧中的角色人设还是比较相符的。但也有人觉得与同一造型师之前为迪丽热巴在《与君初相识》中的造型有一些相似。相比于赵丽颖造型比较复杂，此次曝光的林更新造型就比较简单了，身穿一身浅蓝色的交领古装侧身出镜，发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半披发，头上只有一个木簪进行装饰，脸颊两边留有少许刘海修饰。不过虽然造型简单，但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林更新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，明显瘦了不少，也是让不少人都表示放心了。除了这两张官方放出来的定妆照外，之后有网友又爆出了赵丽颖与剧中其他演员的合照，这一身造型风格又完全不一样了。身穿一身浅蓝色的古装，并没有多余的花纹，而搭配服装，发型也是很简单，整体往后梳成发髻，仅留下两束头发放在肩膀两边。虽然造型非常简单，但这个造型却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，配上赵丽颖非常嫩的圆脸，不少人都感叹白蛇既视感实在是太温柔了。在与之前的霸气定妆照对比，反差感特别的大。赵丽颖从婚姻走出来后，她的人生显得更加精彩。现实中的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农村家庭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，一步一个脚印前行，用自己的努力与用心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机遇，最后以一个个角色塑造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支持。正在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她因在剧中与冯绍峰产生宿缘，便迅速进入了婚姻殿堂，并为冯绍峰生了一个儿子想想。结婚后的赵丽颖便开始消失在荧屏中，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家里，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。赵丽颖结婚不到3年时间，命运就如此捉弄她，就与冯绍峰和平分手，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。至于两人为何结束这段婚姻，双方都没有详细表明，只是简单公开声明结束婚姻关系。当看到赵丽颖这样的成长经历时，就想到了她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和幸福，也是在事业和婚姻上不断的考验和成长的故事。最后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以及她创新的思维方式，成功当选了村支书。这部剧就如赵丽颖现实生活一样，她遇到婚姻的变故，不是抱怨和指责，而是勇敢走出来，向往着新生活的美好。当赵丽颖从婚姻走出来后，她的人生显得更加精彩。赵丽颖离婚后，
事业蒸蒸日上。不仅是演了多部剧，而且塑造着不同的角色，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在个人身材管理上也非常严格要求自己，整个人更加独立自强。以前看着外表柔弱，想不到内心却如此强大。幸福到万家大结局，农村出身的赵丽颖凭什么活成人生赢家？这个7月份，赵丽颖的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火爆出圈。剧中的农村婚闹、福气不和、老实人被欺负、赚钱不容易等话题，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。电视剧改编自长篇小说《秋菊传奇》，看似是讲述农村女性和幸福的励志故事，但实际折射出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。看着和幸福一路过5关斩6将，你会明白，人这辈子就是一趟关关难过、步步难行的旅程。主人公和幸福的人生起点并不高，幼年丧父，与寡母幼妹相依为命，没多少文化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，更没人脉，没靠山，即使嫁了人，婆家也靠不上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，不仅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还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。更可贵的是，她用内心的善良与勇气，唤醒了很多人沉睡的斗志，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活法。幸福到万家这部剧凭什么火出圈？或许就是因为它揭露了普通人生活的艰难，却又说服了你，恰恰这些难才是活下去的引头。成年人的世界里各有各的难处。何幸福在一个冬日的清晨，嫁到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万家庄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场热闹又盛大的婚礼是一根导火索，即将引爆幸福与村书记万善堂的正面冲突。婚礼上，万书记的儿子万传家借着闹婚为由，带着一帮小混混欺负了幸福的妹妹幸运。情急之下，幸福拿凳子砸破了万传家的头，好好的一场婚礼就这样不欢而散。事后，幸福费了好大的劲才逼万家认了错，但这件事也让她看清了婆婆家的真面目。她与丈夫王庆来是相亲认识，嫁到王家后，才知道他们家是万家庄的小门户，常年被排挤，处处矮人一头。公公是个窝里横，一出门连句话也说不清楚。丈夫是个老实人，只知道下苦力种地。婆婆虽然精明些，可一遇到大事也不敢出头。小叔子王庆志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在城里找了份工作，却因为农村出身，活得小心翼翼。小姑子王秀玉在万家集团上班，因闹婚的事受了不少委屈。村里人本就看不起老王家，幸福进门后这么闹，更是对他们冷眼相待，甚至连喜糖都懒得要。生活是个大舞台，我们人前衣着鲜亮，长袖善舞，可一旦扒开华丽的衣袍，却是各有各的破败与不堪。何幸福在万家庄的生活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因为征地，王家与村委会陷入赔偿款纠纷，好不容易要回40万，婆婆却给小叔子花35万买婚房。幸福生孩子大出血，在万书记的帮助下捡回一条命，却因为之前写的一封举报信，背上了忘恩负义的骂名。村里待不下去了，和丈夫逃去城里后，她才发现偌大的世界，连个落脚的都没有。你看，这世上所有的事都经不起推敲，一推敲，每一件都藏着委屈。不少人从何幸福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毕竟谁都曾有过走投无路又无人问津的日子。在生活这座大山面前，每个人都是负重前行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总是充满了委屈与心酸。生活的重负好扛，感情的坎儿难过。后来，何幸福与王庆来去了城里打工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始终铭记父亲临终的话：人要好好活，使劲活。他不怕苦不怕累，四处打工，终于靠自己在城里站稳了脚跟。可就当他信心满满畅想未来时，又迎来了婚姻危机。与他相比，丈夫王庆来进城后各种不适应，
一门心思只想回乡种地。夫妻俩观念不合，一个浑身干劲往前冲，一个垂头丧气往后退。渐渐的，他们差距越来越大，感情越来越淡。一次，王庆来因为工作上闯了祸偷跑回家，幸福赶忙追过去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甚至吵到了离婚的边缘。看着昔日的爱人痛苦不堪，幸福的内心十分煎熬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我们不只要为生存奔忙，还要时时忍受感情上的折磨。或许是夫妻间的冷漠疏离，或许是与父母的渐行渐远，或许是手足间的你争我斗，亦或许是朋友间的尔虞我诈。走着走着，你会明白，比起赚钱养家，守护一段感情，更需要我们有一颗坚强的心。在剧里还有这样一幕，让人看后感慨不已。王家小闺女王秀玉从小刻苦学习，一心想上大学，可是她高考失利，直到10几年以后才发现竟是被人冒名顶替，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，就是万书记的一对儿女。令人痛心的是，面对天大的冤屈，全家瞒着和幸福，为了利益与万家和解，逼秀玉认命。整件事伤透了秀玉的心，她感受不到家人的关爱，看到的全是自私与懦弱。而万书记一家也不好过，他自己深受良心的折磨，而孩子们对他也只有怨言。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无边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，我们很难被生活打败，可面对亲情的折磨，却时常无能为力。生活里真正的坎儿，或许不在外面，而是感情上的困顿与内心的煎熬。如果万家灯火没有为你而亮，那就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；如果无人理解、无人体谅，那就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宽慰自己的内心。看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要热爱生活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何幸福为了家庭，毅然决定放弃城里的一切，跟王庆来回乡发展。他众筹资金，在万家庄开了家幸福客栈，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。可创业谈何容易，既要想方设法拓展客源，又要和村委会各种周旋。等客栈好不容易步入正轨，幸福却发现村里的保健品厂存在污染问题。当有孩子反复生病却无人问津时，何幸福一马当先，带着村民去医院做检查，找律师向保健品厂提起集体诉讼。当时不是只有他意识到污染问题，但只有他敢于处理此事。有人劝他别当出头鸟，这种牵扯重大利益的事，搞不好会被人打击报复。有人劝他拿钱摆平，保健品厂所属的万家集团也愿意拿出几百万给受害村民补偿。还有人搞小动作，破坏他客栈的生意，甚至拿石头砸得他头破血流。但无论外界的阻力有多大，何幸福始终没有退缩。他看清了这个社会残酷的真相，却依然选择迎难而上。他帮村民找律师，四处搜集证据，终于通过打官司让违法者被绳之以法，让受害者得到补偿。有人说，幸福到万家讲述的是一个女性愈挫愈勇的故事，而何幸福作为第一女主角，自然肩负起勇者的责任。她从嫁到万家庄，就是出了名的认死理。因为婚闹，她看清了陋习在农村的顽固，但仍不惧众怒，逼着村支书取缔婚闹这种恶俗。因为征地，她看清了万家集团的霸道，但仍不惧权威，找警察，上法院，得到了该有的补偿。因为污染，她看清了农民们法律意识薄弱，但仍不顾自己安危，单枪匹马与恶宣战。她时常走入困境，但从未止步于此，而是奋力寻找出路，让自己走向正途。她就像罗兰笔下的英雄，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：命运看似是一张牢不可破的大网，但总有不甘平庸的漏网之鱼。人生的路不好走，多的是急流险滩、惊涛骇浪，但人生的路也不难走，只要你勇敢点、坚持点，也必将柳暗花明，抵达明亮的远方。自上个月开播以来，
幸福到万家凭借紧凑又精彩的剧情频登热搜，备受关注。观众们从和幸福出嫁那天起，跟着他一起走过生活的沟沟坎坎，迎接命运的考验与馈赠，最终与他一起迎来了令人欣慰的大结局。故事最后，和幸福凭借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人品，实现了家庭和事业的双赢，当上了新一任的村支书，飞向更广阔的天地。生活不易，但作家契诃夫说得好，困难和折磨对人来说，是一把打向劈料的锤，打掉的鹰是脆弱的铁屑，断成的将是锋利的钢。没有谁的人生一马平川，但无限风光在险峰。没有谁能躲得过生活的捶打，但受伤结痂的地方最坚硬。认清人世间的复杂与浩瀚，坚定初心，迎难而上，我们也可以和幸福一样，走进自己的春天。